2026才刚刚开始，怎么会狂欢变成了悲剧？这个现场是位在瑞士世界最顶 LV 等级的滑雪度假胜地，为什么烧出这一把无名火，引发了踩踏？截至目前为止，超过40个人被烧死。你看了一天的画面，到晚上为止，明明一切的一切指向单纯的意外，为什么这把火居然背后烧出了瑞士人对于中国人全面入侵的忌惮呢？好，俊阳哥，现在刚过新的一年，但是有些人才刚过1年之后，他没有办法好好看到2026年的美好，因为刚刚我们看到才刚跨年凌晨1点多。位在瑞士这个地方滑雪胜地的这个酒吧突然冒起大火，很多目击者说，哇，当天晚上听到冰冰凉凉，很多起的这个爆炸声，所以很多人在里头200多个人要想办法赶快跑出来，结果没想到到目前为止47人死亡，而且很重要哦。还有很多人目前都还是失联的状况，所以表示死亡人数还有可能会持续的攀升。但大家会问啊，这是恐怖攻击吗？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一种跨年节庆的时候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来看到这个画面，这个是在事发当时天花板起火了，大家不断的想要赶快把这个火赶快给打熄。那为什么天花板会起火呢？在更早之前，里头整个 party 的画面流出来，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壮哥，你看，这是在稍早之前，这个香槟啊，大家要开香槟，香槟往瓶子上面插的是什么？仙女棒啊！所以你看哦，大家有点香槟，来，许君夏2桌开了一个香槟，就拿着香槟，然后上面插着仙女棒，这样走过来，大家嗨嘛，对不对？但是有一个画面是最要不得的，因为有一个女服务生，她拿着插着仙女棒的香槟要走过来，有人把她扛在肩膀上，你走过来的那个路上，你一抬高。你就跟上面的这个天花板靠得更近了，那个火苗就烧到了天花板，依次就燃烧开来了。对，因为它整个天花板都是隔音泡棉，所以它燃烧速度非常快，就是这个画面。所以为什么天花板会起火，就是因为那仙女棒，就是因为这女服务生被扛在肩膀上面，直接烧到这个泡棉上面。好，我们看到了这个火警现场，它可不一般。为什么？我刚一再的形容，这是世界最顶，你也可以把它形容是 LV 等级无人能出其右的顶级的滑雪度假胜地。这个地方有多浮夸？好，这个地方它叫做 Crans-Montana， 它其实是瑞士必去的顶级滑雪场。为什么要加顶级这2个字？表示它一定非常的不一般。你会觉得说，这高山滑雪场天气可能不太好，但告诉你哦，它有300天以上阳光灿烂，所以你什么时候要去滑雪，不太会因为天候因素而取消。好，而且它的整个滑雪道非常的大，它可以从海拔3000公尺一路向下冲到1500公尺，所以你要去挑战，不管你是初学者或者是你是比较高难度的玩家，你都可以。顶级到什么样的地步呢？在2023年，甚至被 LV写进旅游书当中，告诉你说你要滑雪，你要走顶级行程，来家都丢啊啦！而且你会觉得说，滑雪场通常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嘛，但是你看哦，滑雪场的附近有什么？这一排精品一条街，你想得到的名牌，这边通通都有，包含 LV、Louis Vuitton， 然后 Hermes。那个爱马仕，另外还有 Bulgari， 还有劳力士，通通都有。比照是首都圈的一个等级，你就知道这边的人都是有大把钞票，顶级的滑雪场。好，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个最顶的滑雪场出了这一把大火，看了一整天下来，今天第2天调查，一切几乎都指向就是刚刚说的这个无心的意外。但为什么这把火烧出了瑞士人对于中国人全面入侵的那种忌惮跟恐惧呢？我们来告诉大家，瑞士的安全神话一夕之间通通崩解，你干嘛去牵扯中国人呢？其实你看哦，这事件发生之后呢，中国当局很快的跳出来讲一件事情，就说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没有中国公民受害。没有人问你啊，你干嘛急着要去讲呢？就是因为中国人在这边真的干太多坏事了。为什么这么说？来看到这个是之前哦，在这个2024年，中国一位留学生，他竟然跑到了一个托儿所内干嘛？他持刀进去乱砍啊，所以导致3个5岁，各位观众朋友，才5岁的小朋友被他攻击受伤。太可恶了！为什么你辖院吗？你怎么会挑上了小朋友呢？对，人家小朋友根本没有反击能力，为什么要攻击小朋友呢？后来去清查他的所有的这个社群网站，发现他在案发前几天，因为他就读的这个学校举办了台湾的一个相关的论坛，他就是在网络上大骂说。台独丢脸，台湾属于中国，所以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激进派的，所以他不讲道理，他为了这个事情不满，竟然就拿小朋友来开刀，大家都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这会不会只是个案嘛？你如果只是个案的话，随便一人所为，你要把它通通倒给了中国留学生，那倒也说不过去啊。但是问题是，这不是个案，而且更可怕的是，现在
中国透过留学生，甚至把间谍的手伸到了瑞士里面去。为什么我会这么说？来，大家看到，这是在中国留学生2018年，这个留学生他叫做大卫，他花了2867万的台币。当时他多大？当时他22岁而已。22岁，你有2000多万台币去干嘛呢？他买了一个军用机场附近的一个旅馆。那这个旅馆很特别，这个旅馆第一个没有特色，离这个所谓观光区也很远，根本经营不下去，不会有客人来，不会有客人来，你干嘛呢？买这个？重点是它就在军事机场的旁边，有多近？你进到这个旅馆里头，你透过旅馆的窗户看出去，机场的跑道就在你前方50公尺。看得够清楚吧，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挑选这个机场？因为当时瑞士跟美国订购了36架的 F-35战机，当时他们就设计在这个机场来进行起降，而且这个机场特别的地方在于说，它的停机坪通通都是E3来建造，所以我的停机坪在里头，你一定要靠近看，你才知道说这个军用基地有什么飞机啊。F-35对美国来说是不是威胁？对中国来说是不是威胁？当然是，所以我当然来这边看清楚。到底这个飞机有什么样的型号，有什么特色，我就近来观察。而且这件事情，美国也相当忌惮。你要确定这事情解决，我才敢把飞机交给你。交给你之后，就是放在这个机场，所以这看起来就是一个间谍行动啊。所以你的 F-35首次要进驻了瑞士的基地，你飞机都还没有进来，人家已经透过了留学生。一个留学生22岁的年轻人，2、3千万他哪里拿得出来？早就去插旗。等着你进驻，好就近去查看你 F-35的一动一静。问题来了，他接下来这个不是一个留学生所为，他似乎后面有金主，连他的家族都源源不绝进来，各有角色扮演啊。对，因为呢，当时官方就去查了嘛，到底你买这个饭店，到底背后的动机是什么呢？发现他买这个饭店这个里头钱，他爸妈来跟着一起买，但问题来了，刚刚讲到。家宝狼 K 啦，你怎么会想要来这边经营，对不对？他爸妈对瑞士熟不熟悉？不熟悉嘛。有没有登记？没有登记嘛，非法入境。而且更怪的是，你一家都经营不下去的旅馆，你常常会有中国籍的员工来这边上班。那你没有谁给你钱？你后面金主是谁？对，所以这东西就要来去查。那这件事情曝光之后呢，这些人通通鸟兽散，找不到人了。包含这个大卫的留学生，网络上所有他的讯息消失得一干二净。他是职业学生吗？他背后到底是谁在指使他？常进人会是中国官方吗？所以现在大家就在查这件事情，因为你不可能每一次去买一个饭店在机场旁边嘛，没道理。所以看起来现在瑞士就认定说，他这个大留学生，他就是中国官方的间谍特务的一个角色。是。那其实，在接下来呢，其实包含除了这种间谍涉入到了瑞士之外，其实对于一般民众来说，虽然军事跟我可能没什么关系，但现在中国人对他们来说是旅游公害啊。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根据统计，每一年有100万名的中国游客是造访这个瑞士的当地，但是瑞士有一个观光景点叫做里吉山，这边很特别，它要搭火车才有办法到这个景点。哇，你觉得很惬意吗？对不对？风景好，空气好。对。但是啊，很多当地人说我紧张东北调，为什么？大批的中国旅客，他们干嘛呢？在火车上就给你占据在车厢的走道，你根本不好走，你挤在窗边来拍照，甚至还在车厢的地板上面吐痰，或者你站在马桶桌上的如厕。所以，甚至更夸张的是，还有人说什么？那些中国游客会偷我们的鞋子啊！你偷鞋子要干嘛？你有穷到连鞋子都没得穿吗？那当然。旅游这样子影响到当地人，铁路公司也只能做出一些应变的方式，所以铁路公司他们安排20班专属的列车，干嘛？专门载中国人，你坐着我们的列就好了，你不要去影响其他人。你夸张到这种地步，再来看到市区啊，有一些景点，你可能有一些野生动物啊，天鹅啊，对不对？很可爱，对不对？你可以跟他来做互动。但是就有看到中国游客，他干嘛？看到这个画面，他刚开始拿纸钞哦，要去喂这个天鹅，喂完了之后，你是有事啊？你拿纸钞喂天鹅？对，喂完了之后就觉得说，哎呦，我前面吃掉了不行，去把天鹅的脖子给掐住，逼他把这个纸钞吐出来。所以你就觉得是天哪，这你完全虐待动物嘛！而且旁边也都有写的非常清楚，禁止喂食的一个告示牌。但是中国游客没有在管理这些事情。那当然不是只有瑞士，整个欧洲其实对中国游客都非常的感冒。来看到差一个字，这个是瑞典。瑞典他自己就拍了一个广告，拍了一支影片。他在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字旁边路灯上面就挂了一个告示牌，告诉用中文字写着提醒你禁止便秘，告诉你不要在这边随地大小便。所以你就知道说，在欧洲人的这一个心目当中，中国游客真的是多夸张的一个行径，让大家都受不了。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
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57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57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